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11年无名演员在感受到成功的甜头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，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指责。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被称为童颜的中国女演员谭松韵。其实刚出道时候，她当了11年的无名演员，经过一部剧才走到了大家的面前。谭松韵1990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，好像娱乐圈有很多四川出身的女演员。她从小就当童星模特。2005年，她在韩国以电视剧配角正式出道，那时的她年仅15岁。之后的10年间，她虽然拍了7部电影、17部电视剧，但还是一个只担任配角的无名演员时期。2011年，她出演了电视剧《甄嬛传》，第一次让大众知道了她的名字。这部电视剧当时因为超高的人气，到现在为止也是大众最喜欢的电视剧 Top 5。之后在出道11年后，25岁的她首次担任主演。这部电视剧是浪漫喜剧型青春电视剧，讲述了青春们的苦恼和爱情，是一部青春的电视剧。她在这部作品中扮演了女主角。因为观众不了解谭松韵这个演员，所以以为她是高中生演员，但之后发现她已经25岁了，所以很多人都很惊讶。当时的对手戏演员刘昊然只有18岁，他圆圆的小鹿般的大眼睛，把高中生演绎的太好了。但是他也因为这样的童颜脸，在选择作品时会有很多困难，所以很苦恼。虽然通过这部电视剧积累了认知度，但是2016年、2017、2018又没有热门作品，一直在小范围被大众熟知。2019年，她在长期的演艺经历中，终于有了最大程度展示演技的机会。这部剧就是《锦衣之下》，她饰演该剧女主角袁锦夏一角。很多人是因为这部剧才第一次认识谭松韵这个演员的，演得特别好。当然，虽然男主任嘉伦也很帅气，但是电视剧的名场面很多都是谭松韵的，可见其精湛的演技。锦衣之下的名场面还挺多的，像袁今夏被迫结婚，男主角现身带走袁今夏。在这里，他一言不发，只用眼神和泪水来演绎这一幕，没有台词，只用一个表情就说明了一切。还有后来袁今夏和陆毅互相拥抱，互相了解对方心意的戏份，这时候谭松韵也没有台词，只用表情表演，小鹿般的眼睛晃动，多么可爱呀！可能是因为演戏经历多，可以看到内功扎实的样子。事业正处上升期，可是家庭这边却出了变故。2018年12月，他的母亲在年终聚会结束回家途中酒后驾车，与车辆发生事故，加害者逃跑了。他的母亲在周围人的帮助下被送往医院，但1个月后宣告了死亡。这让他停止了所有的活动，休息了一段时间。终于在2019年7月出演了某综艺节目，这档综艺节目也让正在乡下休息的谭松韵得到朋友们的安慰。这个节目的有人说你的愿望是什么？谭松韵小心翼翼地回答，这一幕让观众看得泪流满面。我的愿望是，我希望我的梦里能有个妈妈，而且下辈子，我希望我妈妈能成为我的女儿。这是个非常悲伤的场面。事实上，虽然是他自己的故事，但也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说出来的情况。因为他母亲的事故，他突然中断了所有的活动，
但当时他也谣言四起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某媒体报道了和某男演员在外面吃饭的场面，那是他母亲在医院里生死攸关的时候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看了这篇文章后说，母亲都快死了，却还是和男人约会的不孝女，毫无底线的进行指责。而且在母亲去世后，网上也出现了不孝女的恶评。但是和欧豪吃饭的场面是妈妈在事故发生之前拍摄的照片。媒体为了发表绯闻性的报道，改变了日期公开的图片。他根本没有和欧豪交往，只是拍摄见面会后演员们之间简单的饭局而已。也许是因为他懒得说出真相，所以没有任何回应。前辈演员黄磊在综艺节目中提到了与此相关的话题，何炅等前辈都帮他澄清。与此同时，网上骂他的恶评消失了。直到现在，他的粉丝们还对黄磊等心存感激，因为当时谭松韵好像受了委屈，也不知如何澄清。综艺节目之后，他以电视剧《以家人之名》回归演员行列。该剧以宋威龙、张新成、谭松韵为主角，讲述的是一群青年的悲欢离合，他们都曾被家人伤害过。在这里，他饰演了虽然年纪最大，但有着童颜脸，总是开朗明亮的李尖尖。虽然李尖尖的母亲去世了，但是因为慈祥的父亲，他总是扮演一个开朗的孩子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有一个场面让我印象最深刻。有一幕是3名主人公爬上屋顶，看着流星说出心愿，李尖尖开心的笑着说：“妈妈，我想你。”观众们已经知道了他母亲不久前去世的背景，所以他的台词让人心痛。而且看到他开朗的笑着说台词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专业人士中的专业人士。电视剧以家人之名在播出中，他母亲的案件也开始审判。庭审公开进行并实时直播，当时因为电视剧热播的原因，大众都很关心这场审判。所以尽管审判持续了9个小时，但还是通过直播播出。审判开始的同时，会介绍原告、被告人，他会淡然地介绍自己。我是被害人唯一的女儿谭松韵，我在1年08个月里，每天都在想念妈妈。之后审判进行的时候，大众们都很愤怒，原因是加害者在审判中的态度。在整个审判过程中，加害者以腰疼为借口，瞧着二郎腿歪着坐，丝毫没有做错事的态度，让人看了非常生气。最终审判决于2020年9月作出，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6年，赔偿被害人赔偿金92万元。最终判决后，他的律师进行了正式采访，对于量刑少表示遗憾，赔偿金也比当初要求的金额少表示遗憾。这篇采访出来后，又有恶评者说：“妈妈死了，你还想起钱吗？”的恶评，但这都是误会。谭松韵的赔偿金第一时间就全部捐了出去，恶评者也不要太过分。总之，谭松韵的演员之路并不平坦，她经历了11年的无名生活，如果没有不懈的努力和忍耐，就很难坚持下去。在感受到成功的甜头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，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指责。度过了艰难的时间的他，希望以后能继续走花路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